这是要造反吗？ Yes， 怎么又做这个梦？钱哥，李总，你让我找的物件找到了，钱哥，这物件可是长安那边出土的，据说是唐废太子李承乾当年自刎的那把佩剑。谢谢废太子，李承乾，这10年我一直做一个梦。李承乾，你跟我究竟有什么关系？究竟想告诉我什么？畜生！你敢造反呐！你想弑父弑君吗？这大唐江山早晚都是你的，你何必那么矜持呢？皇宠爱魏王李泰，何曾把我这太子当回事？倘若你荣誉归天，恐怕登基的就是我的好弟弟李泰吧。哼，畜生！我给你的才是你的，我不给你，你不能抢。把剑放下，我会卷尽你一生，会杀你，不想死在他人手里。我的命自己说了才算。若有下辈子，牛为马，不入帝王家。钱哥，钱哥！大郎，怎么这么大？大郎，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我头怎么这么疼？这是哪儿？这到底什么地方？我怎么会在这儿？你3日前纵马时摔下来昏迷至今，你都不记得了吗？纵马？难道我拿到剑太过欢喜，和王胖子俩潇洒了？美女，你几号？我不会是在你这儿纵马过度了吧？大郎，你莫不是得了失魂症了，连为娘都不认得了？你是我妈？你别闹了，你才多大呀？我看你最多也就30岁，你怎么可能生出我这么大的儿子呢？哦，我明白了，跟我玩 cosplay 是吧？还打狼？你是潘金莲吗？调皮。潘金莲是谁 ？cos 什么类又是什么？我知道了，大郎，我马上给你请太医好好看看。哎，还有病房 play 啊，玩的够刺激啊！这老王办事可以呀，安排的这么全套。这老王又是谁啊？你还演上瘾了？好，那我就当一回武大郎，满足你。混账！平时荒淫无道惯了，现在居然调戏到你母妃头上去了，找死！什么妃？你又是谁？
我是你爹，我是你爹，你他妈还敢骂人是吧？把你们经理叫过来！你还敢出言不逊？来人，把他拖出去，给我杖责3次，以示惩戒！不要啊！大郎是因为受伤失魂才会胡言乱语的，30大板会要了他的命的。失魂？我看他就是想逃避惩罚，以编造的说辞吧。演得这么像，我该不会是穿越了吧？请问现在是哪一年？我又是谁？现在是武德9年，你爹是秦王。我是秦王手下的一个府兵李民，你是我儿子。前几日因为骑射纵马，摔坏了脑子。李民？哈，和皇帝李世民只差1个字。放肆！李世民不过是一个秦王，什么时候登基为帝？可你真是学糊涂了。秦王？不应该啊，李世民不是早就登基为帝了吗？怎么还是秦王？你糊涂什么？就算是皇帝退位，也该是太子李建成继位。你敢说出这么大逆不道的话？你想是要我满门抄斩吗？登基？那就是说玄武门之变还没有发生，李世民还没有杀死李建成和李元吉，也没囚禁李渊，还没夺得皇位呢。那这个时候，李世民应该正腹背受敌。我们要是能辅佐李世民登基为帝，岂不是飞黄腾达了？爹，咱们造反吧！住口！干业造反之事，你是想害我们满门之变？哎呀，不反才会灭门。太子即将对秦王下手，到时候秦王一系皆难逃一死。现在劝秦王造反还来得及，晚了都得死啊！放肆！大唐盛世太子明德，秦王与太子兄弟情深，怎么可能会兄弟相残？嗨，别自欺欺人了，谁看不出来秦王拥兵自重，甚至被太子李建成诬陷贿乱后宫，即将大反，并且前段时间太子还秘密运送了一批铠甲到庆都。啊，对了，他还请旨亦将秦王府大将外调，到时候会趁机斩杀秦王，登临帝位。胡闹！他已经是太子了，皇位迟早都是他的，又何必造反呢？再说，皇上已经封秦王为天策上将，还破例允许他开府广纳贤才，造反岂不是辜负圣上的宠信，成为千古罪人吗？秦王军功赫赫，广得民心，那民间早有传闻，说陛下会将皇位传位给他，再加上陛下想让他去洛阳开府，这相当于把半壁江山都给了他呀，这才让太子心生忌惮，想尽早除之啊！这小子说的不无道理，难道大哥建成真的要对我痛下杀手？相公，倩儿只是因为一时糊涂才出言不逊，请您饶他一命啊！劝秦王造反，可是杀头灭门的大罪，谁敢从之啊？爹，先发者治人，后发者灭门呀！啊，长孙无忌、房玄龄、程咬金、尉迟恭可堪大用，不能再犹豫了，快去劝秦王造反吧！住口！你再提造反二字，连为娘也保不住你了。哎呀，娘，这时候不能再妇人之仁了。我们现在若不劝秦王造反，若太子登基，死的就是我们了。爹，你赶快决定吧。好，我就信你一次。我现在就去劝秦王造反。你知不知道秦王就是……哎呀，你闯了大祸了！啊！这小子摔坏了脑子，却意外开了窍，局势分析得如此详细，竟然还敢劝他爹谋反，胆子不小。王爷，假如是摔坏脑子才会说出这样的话，您可信不得呀。信不信要调查清楚了才知道。而且这小子整天闭门不出，他是怎么知道太子运盔甲到庆州，准备谋反之事？你们把人给我看住，一举一动都要向我汇报。是，我要弄清楚这小子究竟藏了多少秘密。那王爷打算怎么做？我要去庆州调查此事。如果太子真的要谋反，我要抢先一步诛杀太子，这天下该是我李世民的了。哎，
这下好了，只要我爹劝说造反成功，按照历史，李世民会在玄武门诛杀太子等人，登基为帝。到时候我家就是开国功臣。只要抱紧李世民的大腿，我们很快就要飞黄腾达了。对呀，这都3天了，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？难道我爹劝说失败，被李世民斩了？啊，不，李世民早有反心，我爹提议应该会被采纳。难不成李世民造反失败？完了，这下彻底完了！刚穿越过来1天符都没降呢，就要被满门抄斩了！李承乾，陛下召你进宫觐见。什么？进宫？难道造反水怪对王国是罪了？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抬起头来，好好看看朕。小的不敢。你都敢教唆秦王造反，都不敢看一眼朕吗？完了，这几年全部算账了。爹，你怎么坐在龙椅上？皇上呢？你爹我就是大唐皇帝。爹，我让你劝秦王殿下造反，没让你自己造反呀？你怎么？你先前预料的不错，李建成的确联合李元基，企图谋害秦王，带兵硬闯玄武门，大战3日，你及叛军已被我诛杀于玄武门内。如今先皇体弱，已经传位于我了。李世民、李建成他们3人你全杀了，这下完了，历史没有彻底改变，贞观之治都给我整没了呀！贞观之治。这几个字，朕倒从未听说过。不过这“贞观”俩字儿还不错，传令下去，立刻将年号改为贞观。改年号贞观，这不是跟历史重合了吗？难道你就是秦王李世民？你总算开窍了。没错，我就是秦王李世民，如今的大唐皇帝。我爹是李世民，那我不就是李承乾？我难道非常废太子李承乾？老子造反，儿子也造反，那个不就是我自己啊？不是被李世民一刀砍了，就是自刎。没错，你其实就是朕的嫡子李承乾，传旨世子承乾，日表英奇，天资翠美，当立太子，一顾国本。陛下，世子承乾品行不端，若立太子，恐国有倾覆之祸。徐庆柱，你放肆！敢妄言充军，太子之位，立嫡立长，当为承乾。我靠，徐敬宗，历史上就是你和李太 cos 的李承乾吧？现在我朝了李承乾，看最后谁弄死谁。报！殿下，臣夜观星象，地星暗淡无光，紫微星摇摇欲坠。此星象何解？大凶之道，意为您弑兄杀弟，求父乱立国本，引发天怒，恐将亡国。你胡说八道！陛下励精图治，知人善任，勤政爱民。我大唐必将盛世万年，我父皇必为千古一帝。启奏陛下，我大唐征战数十年，百姓十室九空，千里无鸡鸣，乡间无男儿，天地荒芜，无人耕作。长此以往，恐有灭国之患呐！如今当以万民为计。不错，君舟也，民水也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父皇，我有一法，一人可日更天门。好一个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！太子有何良策？大哥呀，大哥，你一个只懂声色犬马、纵欲享乐的人，你懂重？3天时间，我能造出一神器，
可顶牛千头，竟人数万，日更2天万亩。日更万亩，除非是神仙呐，不似人君呐，还日更万亩。您还是太子吗？你恐怕是疯子吧？李承乾，你可是当朝太子啊，竟敢口出狂言！3天时间，你若造不出，你就自废太子之位，永求东宫。你敢不敢？有何不敢？3天之后，我若是没造出来，太子不当了。还真是摔坏了脑袋，竟敢夸下如此海口！看来这太子之位恐怕要换人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天助我也，天助我也呀！这太子之位啊，得来全不费功夫啊！下官提前恭祝太子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！哎，现在说呀，还太早了。你呀，去找人密切监视他。本王倒要看看这3天时间，他能造出什么花来。陛下，3天时间已到，也未曾见太子造出什么耕作神器啊！今日太子早朝都没来，怕是知道自己无能，不敢来了吧？陛下，此事事关重大，太子撒下如此弥天大谎，该当治罪。陛下，兴许太子已经造好利器，还未见到太子就治罪，恐怕不妥吧？哦，魏大人是见到太子造出什么了吗？还是说在场的哪位大人见到了？没有。他身为太子，撒下弥天大谎，还敢愚弄陛下和大唐百官，难道不该罚吗？据我得到消息说，太子殿下闭门3日不出，每日好酒好菜送进，却连个毛都没造出来。如今更是愧对父老，不敢上朝。陛下，太子德行有失，请陛下下旨废太子。请陛下下旨废太子。谁说我不敢来了？是钱儿，什么声音？我非但敢来，还带来了耕地神器——拖拉机。刚才那雷声滚滚，竟是从此物体内发出。太子殿下竟在那巨兽腹中啊！那巨兽竟然吞了太子！快护驾！护驾！妖兽啊！太子殿下居然与妖兽为伍，大祸啊！什么妖兽？许大人，你睁大眼睛看清楚，这就是我为大唐打造的耕作神器。此物如此庞大，可谓浑然天成，巧夺天工。朕活了大半辈子都没有见过的。哎呀，爪印如铁，形状奇特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，难道是神兽饕餮？饕餮是何物啊？《山海经》有云：饕餮巨大无比，声若洪雷，可吞噬万物啊！此物坚硬如铁，这不就是饕餮的壳所化吗？这真是上古神兽啊！是神兽又如何？只有4个不知道什么材料的葫芦，又不能耕地。此物看似神奇无比，但无手无脚，不能移动，怎么可能代替人耕种呢？无法移动？睁大你的眼睛给我看清楚！先生跑了，先生跑了。
哎呀，太子殿下居然能驾驭神兽，真天神也！吾等拜见天神，拜见神兽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都起来吧。这哪是神兽啊，这是拖拉机而已。鸡，此物刚劲铁骨，哪里是鸡呀？此物行动如此迅速，故由卧龙先生制作木牛流马。难道这个东西就是根据它的变换而来？非也，父皇，木牛流马都是小孩子玩的，这东西叫拖拉机。论耕田，别说木牛，就算铁牛也不行。去，我看你是吹牛吧？哼，这拖拉机若经改造，进可耕田农作，退可修桥造路，比耕田能抵千牛，论力气可抵万兵。哼，还万兵？我看这玩意儿只是唬人而已。真和我大唐勇士比上一场，只会不堪一击。不错，我大唐的士兵都是经过千锤百炼，一个个都是以一挡百的精锐。这拖拉机看着吓人，不过是几百斤的玄铁铸造的铁罐罢了。别说挡百，我看10个也挡不了。听见没有？本王还是劝你啊，别吹牛了啊！不信，一比便知。要是我输了，我自愿放弃太子之位；要是我赢了，你屡次对我这神兽拖拉机不敬，我要你跪下给他道歉。李太，上一世你逼得我拔剑自刎，看我怎么耍你！好，比就比。若是你这机器能比得上我10名大唐士兵，我便下跪道歉；若是不能，那便是当众欺君，罪该万死。你可别反悔。哼，是你别反悔。开始！1、2、1，1、2、1，1、2、1，1、2、1，1、2、1，1、2、1。钱儿，你怎么还不开始呢？太子殿下，这已经被他们抢来了先机了，赶快开始吧！太子殿下这是明知比不过，干脆就放弃了吗？哼，你急什么？我让他们1炷香的时间，又能如何？你好大的口气呀！我看你这东西啊，根本就无法耕地，花了3天时间才造出一个铁疙瘩。本王倒要看看你待会儿如何收场。这可是本将军身边最强的精兵，个个以一当十。太子殿下，这次输定了。哼！我劝你啊，还是赶紧下跪认罪，自请废除太子。父皇呢，还能不怪罪你的欺君之罪？哼！我看你还是准备好怎么和我这拖拉机下跪道歉吧。哎，下去了，下去了！那铁疙瘩真的下去了，真的下去了！哎，这玩意儿真能离地啊！拜拜，我先走了。太子也赢了！没想到这拖拉机竟如此神速啊！别说1敌100，就是1敌1000也没有问题啊！你们看，你们都是吃白饭的吗？啊，还不赶紧给我起来！连个铁块都赢不了，我要你们什么用？魏王饶命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啊！你们这是都认输了吧？啊！我等认输。废物，都是废物！据此测算，不过1刻钟就能耕10亩地，妙啊！有了这个机器，哪怕只有1个人也能耕万亩良田。我大唐百姓再无饥饿之忧啊！
恭贺陛下，喜得此宝啊！真正的宝贝是朕的太子，能创造出如此神物。父皇，可还满意？满意，满意呀！可惜呀，只有一个。父皇放心，我已经将此物的制作步骤交给了10名工匠，他每人再配10名手下，不出1月便可造出100台机器，粮食之危可解。太子殿下，这鸡如此之大，想必吃的也不少吧？它不需要吃任何东西。不需要吃东西？这不需要吃东西？它只需要补充一种特殊的燃油，便可日夜不休的耕种。那这此鸡该如何控制啊？父皇，您请看。父皇，操作极其简单，只需要转动钥匙启动机器，然后踩那个控制前进后退，再转动方向盘控制方向，普通小儿也能操控。操作如此简单，朕是不是可以试一下你这个拖拉机，对吧？对，父皇，请。好。转动这里。神器，神器呀！这生物耕地毫不费力，力大无边，实乃天赐神物。此机操作简单，人人可学。若百姓都能掌握技巧，就再也不必愁粮食之事了。我大唐国力定会蒸蒸日上，横扫蛮夷。父皇，这不算什么，只要给我时间，就算是播种收割，都可以用机器替代。太子为国分忧，惠泽万民，太子之位当之无愧呀！胜负已定。魏王先前屡次顶撞小瞧我这拖拉机，是不是也该跪下道歉了？哼！我堂魏王，跪天跪地跪君主，岂能对一个拖拉机屈膝下跪？愿赌服输啊！先前打的赌，文武百官可都做了见证。魏王是打算做一个出尔反尔、言而无信的小人吗？你好，跪。停！哎，不错啊！你说什么？是我有眼无珠，还屡次口出狂言，我错了。这还差不多。报！陛下，突厥40万大军压境，使者已经入京，要求陛下投降献贡。放肆！押突厥使者进殿，胆敢口出狂言，朕要砍了他们的脑袋！记起！传我突厥可汗圣谕，大唐即刻割成10座，每人100名，再奉黄金1000两。大唐陛下俯首称臣，年年纳贡。放肆！堂堂大唐皇帝对突厥屈膝称臣，做梦！哼！我突厥40万大军就在关外，大唐皇帝不起降，是想等着我突厥铁骑踏平京都吗？让尔等割地赔款，俯首称臣，已是我父皇给大唐的恩赐。大唐陛下不要不识好歹。一寸山河一寸心，我大唐男儿纵使亡国灭种，誓不与贼人共逆。说得好！我大唐不和亲，不割地，不赔款。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此社稷。突厥要战便战。陛下，突厥40万铁骑就在关外，若是发生战乱，必定民不聊生，生灵涂炭呐！我突厥兵强马壮，
战士骁勇善战，也不愿激逆大唐病夫。我这里呢有3题，若是你大唐有志者能够答出，我可让父王退兵；若是答不出，也要乖乖的割地赔款，如何？哼，我大唐智者众多，还怕你未开化的蛮主？区区3题，不在话下，请报。好，第1题。此乃我突厥寻得一神兽，浑身雪白。若是你们有人能够识得，便算你们赢。此乃我突厥寻得一神兽，浑身雪白。若是你们有人能够识得，便算你们赢。这是何物啊？长孙大人，这您都看不出来，这分明就是一头羊啊！哎呀，有眼无珠，此物脖长且无角，怎么可能是羊嘛？难道是驴？你什么时候见过有白色的驴呀？我操！草泥马、羊驼，原来在大唐就有这玩意儿了。额史燕公主，这就是你们突厥出的题？没错，这一题呀，比的就是见识。此物呢，实属罕见，我突厥也是偶然得此天降瑞兽，整个突厥只此一只，也只有突厥最老的游吟智者才能识得。沃尼玛！草泥马还成了瑞兽了。众爱卿，可有人识得此物？从未见过此物啊！这难道是小马驹儿？可那明明是羊头啊，却又没有角。不错，我在军营里头见过的马没有1万，也有上千，却没有见过这种马。众爱卿，就没有一个人识得此物的吗？唯请议论。既然无人识得，那这一局你们就输了。等等，这货本太子认识。你认识？哎呀，我的太子好哥哥呀，这可不是你胡闹的地方啊！父皇都不曾见过，你又如何知道的？太子，我等征战硕国，尚不知此物是何来历，殿下岂可妄言啊！太子殿下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，切不可乱说呀。太子殿下，不可逞强啊！如果你说错了，让我大唐割地赔款，那可是千古罪。不错，这大唐啊，果然都是一群见识浅薄、孤陋寡闻的人呐。这么一个问题，居然要靠当朝太子在这里胡诌蒙骗。我看你们大唐啊，还是现在乖乖的认输，赶紧老老实实的割地赔款，跪地称臣，免得一会儿啊3题1题都答不出来，丢人。此物是羊，也是马。哎呀，你这说等于没说。你要是真不知道啊，就别在这儿吹牛了，免得丢了我们大唐的脸。小儿，刚刚就说过，此物似马非马，似羊非羊，但是你不知道它的名字和来历，无用啊！父皇，儿臣真的知道此物的名字。这大唐的文武百官都猜不出，你能知道名字？当然。哎呀，你别是想胡诌一个名字，准备哄骗我们吧？哼！我不但知道它叫什么，还知道它有一些特征。你要不信，上前一看便知。哦，什么特征？本王怎么没看见？近点。再近。说什么？说什么啊！李承乾，你敢戏耍本王？我可没有戏弄你，
那可是突厥圣母，喷的可是圣水呀，时之说不定可延年益寿呢。真的？你还敢耍我？等一下，你要真说到所以然，我要你好看！够了，佳儿，你到底知不知道他的名字？史公主，此物名为草泥马。你堂堂大唐太子，竟敢侮辱于我！还有，我叫阿史耶，不是阿史。太子，不知道就不知道，为何口出污言秽语？不似人君！陛下，太子殿下庄严，使我大唐蒙羞，当罚。急什么？看你们着急的样子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是突厥的狗呢。太子，你为何口出脏言？回复，儿臣没有口出脏言。阿史公主，此物名为草泥马，但是还有一个学名叫羊驼。所以才说此似马非马，似羊非羊，而且其性格温顺，能喷射圣水。你居然知道此物名为羊驼？什么？真的叫羊驼？太子殿下居然真的答对了！太子不愧是太子啊！是啊，真不愧是太子啊！太子殿下真是见多识广啊！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罢了。你少得意，我告诉你，这一题算你们赢，还有第二题呢。参见大唐陛下。阿史耶，这两个女人就是你们突厥的题？不错，我突厥有一奇案，这两位美人居住在一起，从未接触过男人。忽有一天，其中一女便怀了身孕，真是千古奇闻呐！怀孕之女呢，说自己是被旁边的女子强行占了身子。可此女子经过我们查验，确实为女子无疑。敢问大唐的文武百官，此女子究竟为何怀孕啊？这两个女人住在一起怀孕，怎么可能？朕倒是听说过类似的事情，有母鸡生下来就从来没有和公鸡配过种，也能产蛋。这题的答案我知道。这个女人是鸡，她一定是鸡精所化。哼，什么鸡精？我还未经呢。这二位都是人，并非妖精。这就是我的第二题，1刻钟之内，若是能够解开，就算我们输；若是不能，你大唐就等着割地赔款吧。这两个女人穿的有伤风化，不成体统，定是这怀孕之女不守妇道，偷偷勾引男人，行苟且之事才会怀孕。这一年来啊，他们两个每晚都同床而眠，并没有什么男人。乾坤交泰，阴阳交合，才能孕育子嗣。两个女人住在一起，怀孕有违阴阳之道，此孕妇定然是不守妇道。你突厥这是在诓骗我等！哼！我阿史耶以长生天突厥可汗发誓，此二人的确是同床1年之后怀孕。若有半句虚假，让我天打五雷轰，不得好死！居然真的怀孕了，解不出题，还敢污蔑我们突厥？我看你们还是割地赔款，投降认输吧。两个女人住在一起，怎么可能怀孕？难道古代就已经开始产那种极品？诸位爱卿，你们有谁能解此题，朕必有重赏。还等无能。你
你们大唐不是说能人辈出，智者无数吗？我看怎么都是一帮蠢货，连这种问题都答不出啊！此题有解。太子居然有解！太子，此女究竟为何怀孕？千万不要说什么天人感应、神灵降世。这位孕妇已经一口咬定是身旁的女子所为了。你们突厥绞尽脑汁，就只能想出这种弱智。俗话说，一山不容二虎，除非一公一母。很明显，这位孕妇身旁的美女是个公的，是个男人。胡说八道！此女子我们已经脱光查验，的确为女子无异。你若是不能证明她是公的，我要你大唐再赠20城，黄金3万两，绸缎3万匹。李承前，你除一时口舌之外，又让大唐多点赔款了吗？啊，你干当何罪啊？谁说我们要赔款？不就是要证明这位美女是个公的，是个男人的？我能证明。本公主亲自把她脱光了查验，此女的确为女子无异。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把她变成男人。本公主亲自把她脱光了查验，此女的确为女子无异。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把她变成男人。我当然不能把她变成男人，但是我随便找2个宫女就能把她变成男人。装腔作势，我倒是要看看你是怎么找一个宫女就能把她变成男人的。父皇，请赐下来2名美艳宫女。2个宫女就能把她变成一个男人？那方才你们大唐这么多官员，怎么没有一个敢说此话呀？难不成他们都蠢笨如猪啊？那是因为怕轻易答出，让你们突厥没有颜面，这才故意装作不懂。各位，我说的对不对？没错。承前，你真的有把握？这2个女子身材样貌都是女子模样，是如何变成男人的呢？父皇放心，万无一失。自作聪明，你该不会想让他们在这大庭广众之下脱衣查验吧？什么？对如此美女脱光查验，有伤风化，有伤风化！陛下，请准老臣带此美女下去查验是否为女子。许大人，你是真的不怕硬碰硬啊？小心她的站起来了，下！父皇，只需赐下美人，无需脱衣，无需儿臣上阵，可分宫女，可辨男女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赶紧作答吧。要是答错了，就等着给我们突厥献功。好，宣！朕最宠爱的2个舞姬媚娘玉环上殿来辅助太子分公务。拜见陛下。不知羞耻，不知羞耻啊！走，快走！不要！走，不要！朝堂之上竟做出如此有伤风化的动作，君啊，控制不住！陛下，
此女身怀阳根，是个男人。男的？男的？这怎么可能？不错，男人喉结突出，此人喉结不显，怎会身怀阳根？喉结是受雄性激素影响，这妖人体内雌性激素过多，当然不会有喉结。可是这男人怎么还能长胸呢？还如此的波涛汹涌。梅儿，真的是个男的。不错，虽然很小，还有点细，但是奴婢确实摸到了。何时燕公主，这就是我们大唐的答案。此二人并非都是女人，而是一公一母，日夜睡在一起，当然会怀孕。使者大人若是不信，可把他们三人脱光了，丢在一起，再侧上一层。你怎么知道？你为何会想到如此方法？他真的是个男人。不错，父皇，大唐往南3万里有一小国，名为暹罗。此国有一神奇物种，虽为公，却肤若凝脂鸡似犬，雌雄同体，公母难辨。突厥使者，我说的对。不错，这题算你们赢了。不过你们也别得意，还有第3题呢。来人，上钉板。这第3题就是比生死，我倒要看看你大唐将士哪一个敢在这刀山上走一遭的。这肉体凡胎，怎么可能走过这高天之日？我大唐还被区区的突厥给看扁了。我来！不可不可！侯将军手握重兵，一旦有了闪失，谁来抵御那外来之敌？我看突厥是有阴谋。谁愿意过着钉板，这重重有赏。我看你们大唐个个都是怂包病夫，连一个有勇之士都找不出来。哼，我大唐从不缺忠勇之士。宝兄，您身为太子，是否为忠臣们做个表率，替我们走上这一招？让我来？太子不愿现身，是想让我们大唐输了这题，割地赔款吗？你忠勇，你怎么不上？对，没错。太子殿下勇武非凡，这区区钉板，丝毫伤不了你。我看你们俩是想方设法的要弄死我。怎么，太子这是不敢吗？还是早就和突厥勾结好，故意输掉比赛，卖土求荣，当个儿皇帝？你太子，我敢，我当然敢。太子，请吧。贺鲁有金刚不坏之身，我可没有。这要是走过去，还让他炸成骰子。那个，既然要考验勇气，这区区钉板是不是太小瞧我们了？还是说你们突厥就会玩这种低级的把戏？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要比，当然得比更刺激。咱们就比油锅洗脸，怎么样？是，太子殿下，不可受他们的激将法呀！这走钉板还有活路，这下油锅可是必死无疑呀！这大话刚放出去，这就反悔。你是想让突厥笑话我们大唐出尔反尔吗？谁说我反悔了？要比当然比最刺激的。来人，加油锅！小二，这油锅温度这么高，你真的有把握？殿下，这万万不可呀！万一你受了伤，这伤的可是大唐国之根本啊！哼，既然要比试，当然得让突厥的使臣看看我们大唐的勇气。下油锅，你们该不会在这油锅里做了什么手脚吧？2个人共用一口油锅，同样的锅，同样的油，同样大的火，
怎么做手脚？是公主。你们要是不敢比的话，现在就乖乖认输吧。谁说我们不敢？我突厥勇士骁勇善战，水火不侵，岂能怕你一个兵符？这突厥勇士个个钢筋铁骨，拥有金刚不坏之身。倒是你啊，看起来瘦弱不堪，还是尽早认输，免得骨头炸成酥。既然如此，那使臣大人，您先请吧。油锅已热，使臣大人要是不敢的话，现在认输还来得及。你们大唐自称是礼仪之邦，当然是你们先来。没错，没错。好，我来就我来。这不可能！殿下，这区区激将法竟然赌上小命，这未免也太意气用事了。哇，在油锅里洗脸，居然毫发无伤，神了，神了呀！这面镜有光而面不改色，不愧是太子殿下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怎么可能有人在油锅里走上一遭，还毫发无伤的？一定是你们做了什么手脚！我父皇乃真龙天子，有我父皇龙气庇护，自然不会烫伤。靠什么你们？不敢下油锅，还敢污蔑我们大唐？要是害怕的话，就直接认输吧。哼！我突厥勇士岂会怕这区区一口油锅？我来就我来！阿龙，只要你赢了大钱，本公主重重有赏。公主，我坚持不住了，绝不允许你输给一个大钱兵符。继续。哎，赫鲁大人怎么出来了？继续啊！不比了，不比了！我认输，我认输！谁准许你认输了？我说输给了大唐，我拿你的命祭天！公主啊，不能再比了，再比我真的要死了！魏虎，让我突厥受辱，留你还有什么用？哎，既然赫鲁大人已死，那这题也算。这不可能！同样的油锅，你怎么一点事都没有？大唐陛下乃真龙天子，太子有龙气庇护，刀枪不入，水火不侵。没错，3局我们全部胜出，突厥不认，这是输不起吗？这一题就算你们赢，我突厥还准备了最后一题。怎么还有附加题的？这怎么还有？还有，若是赢了，突厥100年内必不再犯。呈上圣物。
乃不久前上天所赐，形状奇特，非铁非铜，更非琉璃。谁要是能说出来它是什么，有什么用途，便算是你们赢。这不是我办公室里的放映机吗？怎么到这儿了？难道是跟着我一起穿越了？我看你们突厥是想输吧？方才那羊驼已经被我们破解了，还敢出同样的题？哼，羊驼的确是我失误了。羊驼虽然稀奇，但若是去过西域，的确有机会见到。但此物不同，此乃上天所赐。我突厥智谋知识无数，却无一人识得。你大唐可有人认得？这从未见过这种东西啊！我看啊，是你们随便打造了一个什么东西，就让我们猜吧。哼，蠢笨入猪！你干什么，本王？此物材质特殊，这也没有见过。为何突厥能收集到如此多的特殊材料，还制造出如此巧夺天工的东西？若是有工匠能造出如此神奇的东西，实乃天人也。你们要是说不出名称和用途，干脆趁早认输，免得再遭羞辱。诸位爱卿，有谁识得此物？能助朕破了这第3题，朕不吝封赏。臣等无能。果然是一群废物！既然如此，那就签下启降书，永世称奴，为我突厥献礼纳贡。急什么？这东西我认识。这朝中百官都不认识，你要是胡言乱语猜错了，想让我们大唐颜面尽失，遭受百年嘲讽吗？没错，太子殿下，您若是不知道，还是赶紧认错吧。若是让大唐丢了人，你可是欠罪的。你们签起降书不丢人，割地赔款不丢人，给别人当狗当奴隶也不丢人。我只是答一个题，倒成了千古罪人。我这也是为了大唐的颜面着想。要是让外人知道我大唐太子是一个不学无术之人，岂不丢人？你放心吧，我不但知道这东西怎么用叫什么，我还知道这东西是从何而来。你敢用那脏手碰我突厥圣物，找死！我不碰它，怎么给你们演示这东西怎么用啊？好，今天你要说不出来一个所以然，我就砍了你的爪子。与此物一同降落至突厥的，应该还有一样东西。这2个东西是要一起使用的。你怎么知道？还有一块白色的长布，材质更是奇特，遇水不湿，还无针脚。因为这2个东西都是我的。你的？笑话，人家突厥的圣物怎么就是你的呢？哼！简直是胡说八道！此物乃上天赐予我突厥的神物，跟你又有什么关系？太子殿下，您该不会觉得这东西是个宝贝，想占为己有吧？岂有此理！太子，你身为一国储君，怎么能干出这种丢人现眼的事呢？雪儿，不得胡闹！回父皇，儿臣没有胡闹，这东西还真就是我的。你说你的就是你的啊？本王与你兄弟这么多年，你什么货色？本王能不知道吗？啊？我怎么就不知道你能造出这个巧夺天工的物件？既然你说是你的，那你就该知道怎么用。今天你要是说不出来，敢亵渎我突厥圣物，我要你的命！你们就等着瞧吧。这怎么还动起来了？这什么东西啊？哇，此物竟如此神奇啊！这是什么东西？你亵渎圣物！
一把天怒！天神要降罪世间了！望天神恕罪！望天神恕罪！陛下快看，神迹出现了！这是何物？竟有如此威力！是天罚！天罚！你小子惹怒上苍，是天神降下天罚了！什么天神天罚？只是我这机器里面放出来的画面而已。还敢出言不逊，你找死吗？够了！还不赶紧下跪向天神认错！若是让天神降罪，你就是我大唐的千古罪人啊！哎，天神呢？这怎么什么都没有啊？难道天神在此物之中？天神之怒就是从此物里面传出来的。此物是太子殿下的，难道太子殿下是天神选中的传道人不成？怎么可能？你们大唐的太子竟和天神有关？这可是个好机会，我干脆吓一吓这突厥，让他们再也不敢侵犯大唐。哎呀，我怎么这么糊涂啊？怎么把我们大唐对付敌人的秘密武器给放出来了？秘密武器？哎，本想研制好武器，待你们突厥大军攻来之时，一举歼灭。没想到啊，在这被你们看到了。刚才的天神之怒，是你搞出来的武器。罢了，既然你们都发现了，那我也就不装了，摊牌了。这就是我为大唐研制的秘密武器——吞天雷，可毁天灭地。歼灭一个小小的国家，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既然你不相信，那我再让你仔细看看。你大唐就有如此神奇的武器，我却一点风声都没有听到。你不知道的还多着呢。我还研制了一种战车，不需要马匹，能日行3000里，可发射火石炸药，开山破城，有摧枯拉朽之势。若是我没有来大唐军校，看到这一幕，等待我突厥的就是亡国。不错，一旦使用，别说突厥区40万大军，就算是整个匈奴也无法抵挡。在我大唐的铁骑下，都将瞬间灰飞烟灭。突厥若是不服，只管前来一试。我不服，我们服了，我们服了。那尔等可敢再次来犯？不敢了，不敢了。我这就回去，若是禀报可汗，来年不，有生有世必不来犯。哎，我记得突厥之前还说过，要我们大唐俯首称臣，割地赔款。是我的目光短浅，有眼无珠。我突厥愿永世称臣，让可汗亲自来朝，认大唐陛下为父。你们想认爹，我们还不想认这么个便宜儿子呢。大唐有如此神兵利器，唐为世界之主，只要大唐陛下愿意庇佑，突厥可年年献功，岁岁来朝。突厥的金银、宝马还有美人，都归大唐。记住你今日所说的，若还有党再犯我大唐国土，虽远必诛，还不快滚！滚！奴臣就滚！恭喜殿下勇退突厥。太子留下，你们都退下吧。臣等告退。太子退敌有功，当赏。这些都是儿臣应该做的，不敢居功。
是吗？那朕怎么不知道朕的太子居然和天神有关？回父皇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天神，不过是一些障眼法罢了。是吗？没有天神，那武器是怎么研究出来的呢？炸药只能开山裂石，而这个武器却有毁天灭地的能力，这可不是普通人能做出来的。贤儿，你莫不是还要瞒着朕吗？儿臣不敢，只是还没有找到机会跟父皇解释。此物只需要在这里画出画面，然后再播放出来即可。你自醒来之后屡立奇功，造出了拖拉机，还手握如此恐怖的武器。我大唐能工巧匠这么多，怕都不及你分毫啊！父皇谬赞了，那武器不过是一些障眼法，吓一吓藩邦使臣罢了。儿臣若真的有毁天灭地之武器，早就助您一统天下了。朕可没有夸大，你此次智退蛮族，已经证明你有天神之能。贤儿，你要不要施展你的能力，看看朕是不是大限将至，天神派你来，取而代之？父皇乃真龙天子，儿臣不过是偷摸做了个机器，耍了点小聪明，骗一骗蛮夷罢了。那油锅洗脸，毫发无损，真的是有龙气庇护，水火不侵吗？父皇，那油锅里面下面一层是白醋，上面一层才是醋咸沸腾，温而不热。轮到突厥时，尤以沸酒，自然是滚烫的。儿臣早就预料他们提防有诈，不肯第一个出场，才故意这么设计。朕的太子还真是诡异奇行，精彩绝伦呢。这小子有这种本事还瞒着我，怕是早就开始忌惮朕了吧？掌握经世之才还隐忍不发，到底是福是祸呀？都是父皇教导有方。混账！我给你的才是你的，我不给你，你不能抢。李世民手段毒辣，要是觉得我有威胁，恐怕连亲儿子都能下手吧。你解决了大唐难题，朕赏你还来不及呢。跪着干什么？快起来！是。都说伴君如伴我，果然这么欺我。朕听说你的府中尚无妻妾，这样吧，侯将军家有一女，名叫海棠，长得是国色天香，倾国倾城，与你年龄相仿。如果你能娶她为正妃，倒是能成就一桩好姻缘呢。多谢父皇。陛下就想着把海棠许配给李承乾，这不是新明显的设的太子，不是准备抛弃本王吗？王爷莫慌，本王再不慌，只怕李承乾就要登基为帝了。侯军局手握20万重兵，他要和太子联手，这天下还有本王什么事儿？他李承乾想娶侯将军之女，未必肯嫁。魏王，您还有机会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可是听说侯府正准备招亲大会，最后通过考验赢得胜利的人，才能迎娶将军之女。这最后能抱得美人归的人是谁？还不知道呢。将军之女必然会比武招亲，可我这武艺，我……王爷放心，我都已经安排好了，到时候我会安插手下去参加比赛，然后故意输给他们。要是能重创太子，就更好了。比武招亲？没错，这侯家已经放出消息，明日将举办比武招亲。这能不能娶到侯海棠啊，还得看你明日的比试结果。我还以为父皇能直接赐婚给我呢，怎么还得比武招亲？你当真以为这侯将军的女儿这么容易娶呀？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我父皇圣旨一下，还有谁敢抗旨不成？可是这侯家女以死相逼，他说了，若是这太子呀无才无德，他即便是嫁过去，也会在当晚自杀身亡。二郎倒是想赐你一门好姻缘，可是若是以势压人，那岂不是坐实了暴君之名了？
那我不娶了还不行吗？你以为陛下大费周章只是为了让你娶个老婆呀？难道不是吗？这侯君集呀，手握20万西北军的军权，军中大部分都是他的亲信。若是哪位皇子呀先你一步得到他的助力，你这太子之位呀就到头了。若有下辈子，为牛为马，不入帝王家。倘若最后李泰登基，我恐怕就会落得自杀的下场了。看来这个招亲是不得不去了。李泰果然来了，看样子他也想拉拢侯君集去侯家长女，只是不知道这侯海棠长什么样。万一要跟他爹一样，长得5大3粗的，那可怎么办？来了！哎，怎么是你？太子殿下认识我吗？这不是那个当红歌手海棠吗？他怎么也穿越过来了？轻浮，这难道是没认出我吗？我们公司还请他做过代言呢。不行，我得找个机会让他知道我的真实身份。我侯海棠要嫁人，当然要嫁这世间最好的男儿。达不到我的要求，不管你们身份如何尊贵，我也不嫁。不知道侯小姐有什么要求？我所嫁之人，应当文能提笔安天下，武能上马定乾坤。我有2题，胜出者才有资格做我的夫婿。这第1题比的是射箭，3局2胜，请吧。就这种水平，各位还是早点认输吧。我侯海棠可不嫁如此无能之人。让陛下见笑啊！小女被我娇惯坏了，要嫁什么人，这我也决定不了。正好，朕倒要看看这2个儿子哪一个先拔得头筹，抱得美人归。我来。谁不知道我杜楚客是神射手，向来百射百中。看来这局的赢家是我。太子殿下，还是自动退出吧，免得一会儿输了丢人呐。你怎么知道我一定会输？整个大唐谁不知道你之前骑射摔了脑袋，现在连弓都拿不动，现在认输啊，还能保留颜面，别等到待会儿偷了把被人当众嘲讽，那才是可笑。弓都玩不动，太子殿下，你怕是与侯小姐有缘无分了吗？能不能拉弓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有能力百步穿杨，令武须发，1000米之内与你手级就够了。拿个铁疙瘩就敢吹牛，我看你还是先射中靶子再说吧。射中？哼！整个大唐谁不知道，太子伤到脑袋之前就不精通骑射，难道摔了脑袋之后就变成射箭高手了啊？正统把心。这怎么可能？他刚才使用的什么暗器？朕居然没有看出，他怎么射出去？这臣也从未见过，太子殿下竟然是个暗器高手啊！你看，他手里的东西小巧精致，毫不费力的能发射暗器，
力还如此之大，看来这是太子给我准备的一个惊喜。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罢了啊！太子殿下，你还是赶紧认输吧，免得待会儿再射一箭露了馅儿了。只不过是巧合罢了，我就不信你每一次都能正中。再比一次。这么比有什么意思？要比就比点更刺激的。霍小姐，能否借你手帕一用？手帕，你要拿来做什么？待会儿就知道了。多谢。这种比赛太简单了，我蒙着眼睛都能射中。他果然是个轻浮浪子。你想要干什么？杜楚客可是天下闻名的神射手，你睁着眼睛都比不过他，现在还敢夸下海口？哼，是不是夸下海口？你待会儿就知道了。别怪本王没提醒你，待会儿要是输了，你丢的可不是自己的脸，而是我大唐朝廷的脸。一会儿要是没射中，岂不是被天下人耻笑？你就拭目以待吧。太子殿下，早就让你认输，却还要吹牛，说什么蒙着眼睛也能射中。哼，身为太子，不谨言慎行，为了一丝颜面，竟敢胡诌乱滂。若是传出去，有损我大唐国仪，还不下跪谢罪？谁说我脱靶？刚才在场的所有人都亲眼看到了，个个脱靶。你不过是瞎窝碰上死耗子，踩着狗屎运才射的。我看眼瞎的是你们。抬上来。列位，看见了没有啊？还百步穿杨，力无虚发。哼，吹牛撒谎也有限。太子殿下，莫非是输不起？也罢，那就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们再比试一场。太子殿下，这次别再拖把了。再比多少次，你们都是一个有眼无珠的东西。陛下，就算他是太子，你也不能如此拼他呀！禀告陛下，奴婢从圆柱地上捡到几枚暗器，太子殿下并未脱靶，而是全部从同一个洞口射出去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不是说他不经剑术吗？笑，在现代社会，我李承乾在射击馆里可未逢敌手，谁不知道我枪枪实怀，弹无虚发？太子殿下的剑术精妙绝伦，臣佩服。看来这局的确是太子殿下赢了。你们还不认输吗？这场比赛我认输。不过我们比的是弓箭，你用的是暗器，这样赢也胜之不武啊。这不是暗器，是我为大唐研制的新武器，能取代弓箭。只要抠洞扳机，就算是手无缚鸡之力之人，也能百步穿杨，狙杀敌人。这么神奇？父皇一试便知。哎，对，厉害，好！若是我大唐将士每人都使用这样的武器，就不再惧怕蛮族军队，必然早日一统天下。闺女，太子殿下仪表堂堂，聪慧绝伦，的确是你的良婿呀。爹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想当我的夫婿，光有勇还不够，还得有谋。想娶我，还得赢得这第二次。不错。我要你们带着狼、羊和这筐白菜过河。这还不简单？但是有个条件，每次只能带一样东西过河。多了，桥就会塌。但是没有人看着，羊就会吃菜，狼就会吃羊。怎么让他们三个平安无事的过河？
在现在这种题，我做了没有800也有1000了。海棠难道是认定是谁了？想故意放水吗？这题那不是简单的很吗？这题还不简单，这次我赢定了。谁若是第一个成功，谁就是我侯海棠的夫婿。哎，我先来。看太子胸有成竹，要不你先试试？果然是认出我了，这是想让我获胜啊！我要是先解题，恐怕就没有他们什么事了。这题这么简单，侯小姐让太子殿下先答，分明是偏向他。没错，那有违公正。那你们觉得怎么才算公平？我倒是有一计能做到公平公正。举张桌子来。这勺子转到谁，谁就第一个出场。这勺子转到谁，谁就第一个出场。我先来。这题这么简单，看来这次我是赢定了。你已经输了。什么？没人守着，羊已经开始吃菜了。你们真觉得我会出这么简单的题吗？没有人看着，羊就会吃菜，而狼就会吃羊。下一位。呀，到我了。说了你不行，看我的吧。白菜又没腿，不会跑，肯定先把白菜运过去。天下武功唯快不破，只要我跑得快，肯定可以在羊被吃前回来。又输了，不会没有一个人能答对我的题吧？哼，侯小姐，别拿这种废物跟本王比。这题的答案，本王知道。魏王请。这点智商啊，就别来参加比试了。狼不吃白菜，当然先送羊过桥了。魏王殿下，你输。等等，本王弄错了，应该先搬白菜。魏王殿下，你输了。还有谁想要尝试？根本就没有破解的办法，分明就是不想嫁，才故意设了一个死局。这题还真有方法能够将狼羊菜平安无事的送到桥对岸。你答不出，只能证明你蠢罢了。下一位是谁？哈哈哈，接下来轮到我了。太子殿下，你还真是倒霉啊，恐怕是没有出场机会了。是我倒霉，还是你们耍心眼？你什么意思？这转勺子决定出场次序，公平公正。这就是你们的公平公正。这块磁石放在我的面前，与铁互相排斥，只需要调整位置，那铁勺再转100遍，也不会停在我的面前吧？敢用这种不入流的方式参加招亲，戏弄我侯家！来人，把他给我乱棍打死！不，侯小姐，不是我，是魏王指使我这么做的。够了！你自己作弊，还敢胡乱喷咬！李太，你这是翻脸不认人！明明是你让我设计太子输了比赛，好让我再输给你，让你顺利娶到侯小姐。大胆！还敢直呼本王名号，还在这里胡说八道！我与太子殿下兄弟情深，怎么可能作弊设计太子？自己作弊不说，还敢挑拨我们兄弟俩的关系！来人，给我将这小人抓下去，凌迟处死，暴尸荒野！饶命！饶命！我不想死！饶命啊！好一个兄弟情深啊！不过也用不着这种小手段，就你们这种智商，就算让你们10轮也赢不了。我知道这题的破局之法了，我来解题。侯小姐，
你就等着嫁给我吧。你有把握？当然，谁说了一次只能带一样东西过桥？我身材瘦弱，脚上功夫顶尖，说不定啊，一次可以带2个。莽子！王少，你可真像个王八呀！我看这题根本就无解。侯小姐，你是把我当猴耍了？谁说无解？这题我知道怎么解。太子殿下，本王劝你啊，别把话说满了，免得待会儿丢人。这不是完全学本王的套路吗？啊，还想赢？做梦吧！太子殿下，刚刚是走神了吧？不管是先把狼带过去啊，还是先带白菜，都是死路一条。此题的确难，大唐谋士千万，能解开此题者2、3。太子殿下若是解不开此题，直说便是，不丢人。哼，谁说我解不开？这题最关键的就在这儿。怎么还把羊给带回来了啊？哼，想必是答不出，准备认输了吧？侯小姐，我这算不算呢？解题成功。算，此题又是太子赢了。此题解法非常的刁钻，幸亏太子才思敏捷。这次比试已经结束了，是太子拔得了头筹。那么朕就做主，为你们2人证婚，昭告天下，如何？多谢父皇。敢跟我抢，定强行，我得不到的，我也休想得到。哼！这李承前到底使了什么阴谋手段，竟然能赢得赵钦？莫不是那侯海棠早就和他串通好了？恐怕不会。若是侯家小姐想要嫁于太子，一开始也不会抗旨不遵呢。你还有脸说啊？你都找了什么人，如此不中用，还害得本王险些受罚？殿下莫急，那杜克之事也是老臣没有料到，他竟然如此不堪重用。莫急，莫急！李承前已经得到了后军军20万大军，20万，现在更是如虎添翼，皇位之事更是板上钉钉。本王屡次与他作对，他登基第1天就会重蹈本王，事关我性命，我怎能不接？魏王殿下，此事也不是没有解决办法。你什么意思？你难道还能逆风翻盘不成？老臣有上下2策，可保殿下无恙。说来听听。这上策嘛，就是殿下您现在便离开京都，去往边疆封地，做一个逍遥王爷，对太子也不会有什么威胁。或许太子不会对你下手，
你难道让本王放弃皇权之争，把大唐江山拱手让给李承前吗？殿下若是不愿意，老臣还有一策。快说。殿下，您觉得陛下最近为什么会重用太子殿下？是因为这小子自从在马背上摔了一跤之后开了窍一样，献上什么农耕神器不说，还用了一堆莫须有的武器吓走了突厥，这才得以重用。没错，问题就出在了这里。太子只是智退了突厥，可并没有研究出什么武器。你这是何意啊？能退突厥已经是大功一件了，又没有武器，有什么关系啊？殿下还是太年轻，看事情不够长远啊。你就别卖关子了，赶紧说。突厥公主回国以后，便将武器的事传了出去。这周遭列国都知道大唐拥有了如此强大的武器，能轻易毁灭一支军队，对我们更是忌惮，对吧？没错，对啊。殿下，突厥如果知道这武器是假的，他们会觉得怎么样啊？必然会恼羞成怒，重新集结大军，卷土重来，说不定还会和周围列国联起手来颠覆大唐。错，陛下若是知道是李承前才让大唐遭此一难，必定会失望至极。废了太子也说不一定呢。妙啊！他一个小儿解决了几桩难题，又算得了什么？闯下灭国大祸，神仙也保不了他。可是，就算太子被废，那还有突厥铁骑呢。要是真的周遭8国联合攻击，那他必定敌不过。我们该如何善后？可以死战，最终落2败俱伤的下场。哎，不行！这就算我以后真当了皇帝，这大唐已经没有什么留给我了。要么殿下可以认突厥为父，年年纳贡称臣，双方结下父子同盟，可保我大唐百年安康。好，你这就派人去通知突厥，告诉他们这些武器全是假的，糊弄人的啊，让他们派兵围攻。本王已经做好认突厥为父的准备了，安安稳稳的当一个儿皇帝。相公，来，我有好多话想对你说。相公，怎么这么着急？海棠，你就别装了，是我李承前。说吧，你是什么时候穿越过来的？穿什么？太子殿下，我真的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装，还装，跟我玩失忆是吧？调皮。太子殿下，我真的不懂你是什么意思。哎，怎么回事？难不成海棠穿越后成失忆了？不行，我得刺激刺激他。我在遥望海洋之上，娘子不会吧？你个歌手没听过孔雀传奇？无欢，你比四环多一环。大锤80，想锤多少？太子殿下，你该不会是脑子有点什么问题吧？你真的不是我认识那个歌手海棠？我真的不是你认识的那个人。歌手是什么东西？你真的不是穿越过来的？这下糟了，我还以为我娶的是我那个老乡呢。相公，你这是后悔娶了我了？没有，新婚当夜被退婚，我还不如一头撞死在这里。你别乱来，我刚才都是胡说八道，跟你闹着玩的，你别当真呀。那相公是嫌弃我相貌丑了？你要是长得丑的话，这世上就没有好看的人了。那相公果然是嫌弃我无才无德。哎呀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别误会。相公，
你心里若是真有那什么歌姬，大不了让他进门当妾，我们二人共侍一夫。这哪里是无才无德呀，分明是温柔贤惠。我心里哪有什么歌姬，只有你一个人。太子殿下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太上皇病重，怕是不行了。什么？贞观9年，李渊才因病驾崩，怎么会这么快就病重了？究竟怎么回事？3日前，太上皇意外受伤，之后便断断续续发起了高热，太医都轮换巨轮了，仍旧高热不退。现在什么样？你倒是快说呀！现在仍然昏迷不醒，命悬一线。太医说，若高热不退，怕是回天乏力了。下去吧。相公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后世有专家结合野史，说李渊是死于败血症，现在病症前期，如果能够及时消炎退烧，说不定还有救。我得赶紧进门看一看。那我跟你一起去。不，我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跟你去做。还有什么事情比太上皇的病情还要着急？什么？你让我去找那种脏东西？那可不是脏东西，那是我的制胜法宝。只要你找到了，我不仅能够救太上皇，还能白某些人一刀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魏王先前在你招亲宴上耍赖作弊，定是受了许兴宗那个老狐狸的挑唆。难道你不想报复他？你可真是个小狐狸！你放心，我这就去，保证把东西给你拿回来。治不好太上皇的病，我要你们太医院全部赔偿！微臣无能，废物，全都是废物！父皇，你怎么发这么大？近几日太上皇发热呕吐，吃了几副药都不见痊愈，反而更严重，连个风寒都治愈不了。我要这些废物有什么用？回禀陛下，太上皇宿我不是风寒。怎么会这样？究竟是所犯何症？太上皇高热不退，便不停的打寒战，前几日呕吐腹泻，身上还有瘀斑，现在已陷入昏迷，看上去不像是风寒，而是呕吐腹泻，又冷又热，身上还有瘀斑，现在又昏迷不醒，估计就是败血症引起的休克。是什么？你快说呀！像是失忆之症。瘟疫？不好，您先别慌，就算是瘟疫，也能及时控制。这可怎么办呢？这要是传出去，必然会生灵涂炭。这是天要亡我大唐吗？不，要不先让儿臣进去看一看。你，太子殿下，你会医术吗？京城的太医可都是医林圣手，个个都是精挑细选的，我们都没有办法。太上皇他真是玄武门之战，真失去了手足，现在还要失去父亲吗？父皇，您先别着急，说不定我见了太上皇之后，就能想出医治瘟疫的方法。你还是别添乱了，这么多太医都束手无策，你有什么办法？太上皇的病情竟然真的如此严重，无药可医了？要是今晚不能退热，怕是……父皇，我看最后这点时间，不如就别扰了太上皇的清静了。魏王此言差矣。既然太子殿下说他有办法能够救人，微臣认为，倒不如让太子一试。这老东西怎么忽然转了性？究竟在打什么主意？既然太医都束手无策，那现在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。只不过，太上皇若真的染上了瘟疫，那太子殿下进去可就不能再出来了。哼，我就知道这老东西没安好心。万一这瘟疫传播事小，损伤了龙体，可是大事啊！什么？不行不行！怎么？
方才太子殿下说有半府遗制，现在又不敢以身犯险。若是太上皇因此薨逝，太子担得起这个责吗？可是什么可是？你刚刚夸下海口，区区瘟疫你就怕了啊？要是真有法子，我愿替太上皇受罪，以我的命换太上皇长命百岁。哦，我还真有一个法子。什么？只要将你们两人浑身血液换一遍，也许就能救太上皇一命。不过嘛，太上皇身上的病症可能就转到你身上了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啊！魏王如此孝心，想必非常愿意。你肯定也不想太上皇继续受苦。我，太子殿下，如若只是换血，随便找一个死刑犯即可，为何非要皇亲国戚？难道太子想借此举借机铲除兄弟吗？哎，李大人，我这可是为了太上皇着想。你随便找一个死刑犯给太上皇换血，只想污染皇室血脉吗？够了！灵儿，你真的有办法救太上皇？回府换血提血者，不过有5成的可能。还有查验血型，准备无尘手术室。古代哪能给我创造一个合格的手术环境？不过只有5成可能。万一太上皇和魏王殿下双双继续，那大唐可就少了一位将才啊！陛下，万万不可啊！酱菜，我还咸菜呢。莫不是魏王不敢吧？谁说我不敢了？我只是担心我死了，谁来替爹爹分忧啊？父皇，换血之法的确有很大的风险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难道真的无能为力了吗？不过魏王一片孝心，我也不忍心拒绝。不如你跟我一块进去，看看太上皇病状如何，我在里面伺候着呀。啊？你让我跟你一起进去？怎么？你是不敢吗？刚刚你还夸下海口，区区瘟疫你就怕了？不可！若真是瘟疫，你们2个进去了，万一感染了怎么办？我看还是让太医去吧。哎，没错没错，父皇您说的没错。父皇，为了太上皇安危，我愿意前往一试。畏寒发热，又呕吐腹泻，身上还有瘀点。和野史上写的一样，的确得了败血症。只要海涛拿了东西过来，治愈他不成问题。贤儿进去了这么久，里面到底怎么样了呢？天上有路他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。既然你想过去献孝心，我就让你去给太上皇陪葬。陛下，也许是太子殿下也看不出太上皇所患何病，现在已经无颜面见君上。谁说我看不出来的？站住！万一你感染了瘟疫，出来瘟疫横行，担得起这个责任吗？没错，太子殿下，您还是留在寝宫吧。你们放心吧，太上皇根本不是感染了瘟疫，而是得了败血症，是不会传染。败血症是什么病啊？禀告陛下，下官也从来没有听过。哼，你别不是随便编了个名字就想糊弄？你怕不是已经感染了瘟疫，不敢再待在此处？来人，给我看住他！你怕不是已经感染了瘟疫，不敢再待在此处？来人，看住他了，不准他再往前踏出一步。莲儿，你感觉怎么样？父皇放心，我没事，而且太上皇根本不是感染了瘟疫，不会传染的。太子殿下口说无凭，在太医没有下定论之前，恐怕您得委屈一下。贤儿，那你说太上皇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回父，这病非常好治，只需要想办法退了高热，太上皇很快就能转危为安。马后炮一个！刚才温太医已经说了，得先退其热。只是太医院已经试了无数的办法，
都无药可解，又有什么办法？太子殿下，就算不是瘟疫，万一您出来靠近陛下，让龙体受到感染，伤了国体就不好了。还是劳烦太子殿下回寝宫内陪太上皇尽最后的孝心吧。没错，这段时间朝中各种大小事宜，我都会替你处理好的，你就放心吧，我的好哥哥。哼，说得对，你怕是想要越俎代庖，趁机占了太子之位吧？总之，太子说不定已感时宜，定是不能让你轻易离开这里，危害大唐。不过太子殿下放心，等到太上皇薨逝以后，我们会让太医院仔细检查，确定无事后，定会放你出去。李承前，你就在这关到下午。本来搬到东宫还需要耗费一番力气，没想到你自己找死，可就怪不得我了。钱儿，此时确实是非同凡响，你还是在这待上几天吧。朕会命太医院每日送一些清凉解毒的药进去的。父皇，还是请您先行离开吧，后半夜还要准备国丧事宜，这里有我的人看着，一定不会让大哥出事的。来人，把门给我锁死，不许太子踏出一步。住手！侯小姐，太子已经感染瘟疫，你就不要再靠近他了。我已嫁给太子殿下，你该尊称我为太子妃。你们怕，我不怕。我既然嫁给了殿下，必当生死相随，祸福同依。若是敢关太子，那便将我一并关进去。这父皇，现在发国丧未免太早了吧？太上皇的病我能治。你真的能治？不错，但是我还需要一味药，需要去寻。只要你能救太上皇，哪怕是天上的星，海底的月，朕也会派人给你找来。那倒不用，我只需要一个寡妇。寡妇？对，只需要找到一个守寡了20年的寡妇，我便能让太上皇痊愈。滑天下之大稽，宫中太医都无能为力，你随便找一个寡妇就能治病吗？陛下，此事荒唐至极，万不可叫太子如此胡闹吧。陛下，宫中太医已无计可施，不妨就试试太子的法子。也罢，只要你能治好太上皇，你要什么，朕全都给你。陛下，若是让民间知道我们让一个寡妇出入太上皇寝宫，恐对太上皇名告不利呀！陛下，父皇，寡妇治病闻所未闻呐！就算真的是病急乱投医，那也不能寄希望医院和寡妇啊！陛下，若是让民间知道我们让一个寡妇出入太上皇寝宫，恐对太上皇名告不利呀！陛下，父皇，寡妇治病闻所未闻呐！就算真的是病急乱投医，那也不能寄希望医院和寡妇啊！贤儿，他们说的言之有理，朕不能冒这么大的风险。若是你能说出寡妇治病的依据，朕这就帮你去找。父皇，太上皇是因为感染引起的高热，需要对症下药。普通的退热药无用，之所以要找寡妇，是因为要收集他床头落的一层老灰，此物对感染十分有效。太上皇服用后必能退热。胡说八道！我可从来就没听说过什么寡妇床头灰能治病。脸就这么一张，魏王，你还是省着点救吧。传出去你如此孤陋寡闻，皇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。你《本草纲目》中记载，熏蒸侧绸还能治疗难产，寡妇床头灰为何不能治疗感染？寡妇的床头阴暗潮湿温暖，再加上没了丈夫，床又不经常挪动，久而久之，上面就会落一层老灰。丈夫去世的时间越长，这层老灰的粘头就越久，效果就越好。陛下，
太上皇若是熬不过今晚，怕是不行了。若是太子所说此物真的有效，可以一试。你立刻去找寡妇床头柜，就是太上皇。去，你去找人将那老狮子的床头柜给换掉。要是太上皇出了什么差错啊，他这个太子也别想当了。陛下，还是让老臣亲自去寻吧。好，这事儿交给你，我放心。赶紧去吧。启禀陛下，寡妇我带来了。拜见陛下。起来吧。你丈夫死了多久了？回禀陛下，今年已经去世23年了，民妇一直没有改嫁，守着夫家。好，好，好，这样效果可能会更好。来，快给太子送过去。起效了，起效了！不好了，陛下，太上皇吐血身亡了！什么？陛下，太子心存不轨，意图谋害太上皇，其罪当诛啊！陛下。我看那什么床头灰就是他胡编出来的，为的就是对太上皇不利。孽障，还不给我滚出来！父皇，你听我解释，我都是按照古法做的，绝对不可能失败。太上皇已经死在你手里了，你还敢狡辩？哼！张口闭口都是死字，我看你才是想害死太上皇的那个。你胡说什么？我想尽办法救人，你们倒一张嘴就是风凉话，是巴不得太上皇在我手里出什么差错。陛下，他还侮辱朝廷重臣，押入天牢，择日问斩。好一个落井下石啊！魏王怕是早就准备好了说辞，想把我这太子之位拉下马了吧？李承乾，你死太上皇，证据确凿，不该杀吗？哼！害死太上皇的根本就不是我，而是他。陛下，我冤枉，民妇什么都没做。你还敢撒谎？你分明就不是寡妇。太子殿下，民妇的丈夫的确死了20多年了，乡亲邻居都知道，不信的话一查便知。没错，这寡妇可是我亲自找来的，怎么可能有假？哦，他们也知道你夜夜思回京都。你怎么知道？太子殿下怎能随意容人清白？当着圣上的面，你还敢撒谎？父皇，他背地里偷人，皇经常晃动，怕人知道就得开窗通风，这灰尘自然无用。是他们拿了假药，才导致太上皇的病情加重。放肆！谁给你的胆子敢欺君妄造？陛下饶命啊！是徐大人，是徐大人，徐大人让我伪装贞洁寡妇，说事后给我黄金100两，我才敢来的。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！胡说八道！陛下，微臣也是被他给骗，本以为她是个贞洁烈妇，为王夫守身如玉。是吗？难道许大人不是早就知道她不是个真寡妇，才故意把她带到宫中呢？你胡说什么？此人性格奸诈，我也是被他给骗过去的。许大人出宫时，我可是派人一直跟着你。你和这个寡妇说了什么话？要不要我派人来一一和你对质？我早知道你不满父皇立我为太子，暗地里屡次针对于我，可我没想到啊，你为了推我下台，竟敢谋害太上皇！陛下饶命！
陛下饶命，微臣也只是一时鬼迷心窍啊！好一个朝廷重臣，国家栋梁，为了陷害太子，竟然拿太上皇的命做筹码！该死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押入大牢，秋后问斩！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啊！陛下，太子既然早知道此事，还给太上皇喂假药，害得太上皇吐血惨死，其心可诛。不错，为了扳倒许敬宗，竟然不顾太上皇的安危。陛下，太子犯下此等大错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谁说太上皇去世？刚才分明是他说的太上皇吐血身亡了，难道还有假不成？贤儿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刚才只是太子让我帮忙演的一出戏罢了。演戏？不错，我看许敬宗请旨亲自去找那寡妇床头灰，便一心他会利用此事陷害于我，干脆就派安卫跟踪了他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安卫先行一步回来，从后院通知了我，所以我就将计就计，设下了这个陷阱。那太上皇怎么样了？相公在得知太上皇病重，便让我去寻找了寡妇床头灰，先前便让太上皇服下了。陛下，神武见效神速，太上皇已经退热，再送服太医院开的方子，仔细调理，假以时日，必定恢复。好，不过钱儿，你是怎么知道太上皇所犯何症，并早早的备下了药呢？难道我要跟他说这是从史书里看到的不成？儿臣也是听太监述说太上皇的病症，觉得有些像败血症，这才先备下了药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你没有给朕说实话呀！这老狐狸还真是心思缜密，稍一不慎就会彻底暴露。不过没关系，钱儿颖悟绝伦，定能保我大唐百年安康。把皇位传给你，朕放心。父皇万岁，必能庇护大唐国祚，万年绵长。你就会说吉利话。走，陪朕去看看太上皇。李承乾，我看你能得意几时？突厥可以接到我的密信，这会儿只怕离大唐不足百里。报！陛下，大事不好了！发生什么事了？800里加急军报传来，突厥已集结士兵，准备举兵攻打大前。什么？突厥之前还说要认大唐作父，怎么可能会突然进攻？似乎是知道被大唐所骗，知道我们并没有那些神秘武器。突厥可汗大怒，集结了40万铁骑，如今已离大唐不足100里了。陛下，大事不好了！又怎么了？禀报陛下，突厥集结了吐蕃、高丽、东瀛、匈奴等8国，准备对大唐发起进攻。岂有此理！8国联军，这是欺我大唐，必不离否！哼，一群宵小，真当我扫不出神兵利器？父皇，给我100名能工巧匠，3日之内，我必造出毁天灭地之神器。犯我大唐天威者，虽远必诛。